各位投资者们，我们想象一下，如果1年前的1万美元现在变成了34万，从0.71美元一路狂飙到28.52美元，今天还往上冲了 15.28%， 市值呢更是从小票一跃到925亿美元。如果我们把这些放在电影里面，你会说编剧很离谱，但是这不是剧本，这是谁呢？这个就是 RGTI。Rigetti Computing， 现实世界里的量子黑马。那问题来了，这是电子时代的开场倒计时呢，还是一场集体的幻觉？34倍之后还能上车吗？还是离场才是理性？先别急，我们从头扒起。这家公司是谁？在做什么？为什么涨？还能涨多久？今天能给你一个落地的全景答案。好，这里是 Money Dog Eric， 欢迎来到今天的深度分析。那量子计算不是科幻片里的词了，它正在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Rigetti 的创始人 Chad Rigetti 出身 IBM 量子部门，是早期的探索者之一。一个有技术基因的创始团队，往往决定公司能走多远，走多稳。好，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这家公司。那 Rigetti Computing 是由 Chad Rigetti 在2013年创立的。Chad 可以说是这个领域的老兵了。公司总部在加州伯克利，这个选址其实很有意思，因为伯克利正好是量子物理研究的重镇，人才和技术资源都非常的丰富。那你可能会问了，量子计算公司怎么赚钱？是卖电脑吗？还是算租赁吗？还是卖软件？其实呢 Rigetti 采用的是硬件加云加工具的3层模式，目的就是用最短路径把量子能力交到客户的手里。那我们先来说硬件。Rigetti 的底座呢是自研超导量子芯片和整机系统，主线产品迭代到 Ankaa 系列，围绕门保真度、耦合设计和封装持续升级。第二块呢是量子云计算服务，就是 Quantum Clock Services， 把量子处理器接上云，企业和科研机构就可以像调用 API 一样按需调用算力了，用于做试验、做验证，不用先砸大钱买设备了。第三块呢，就是软件工具，提供 SDK 和开发框架，帮助工程师把量子算法和传统 HPC 协同运行，降低门槛，加快了迭代。那么面向的客户是谁呢？主要是以科研和政府为主，商业客户也在探索之中，比如优化、材料、化学、金融等前沿的场景。这一套组合的核心就是把最前沿的硬件能力做成服务，从实验室演示往可用生产推进，缩短到最后1公里。那商业模式说的再漂亮，关键我们要看它走到了哪一步。我们下面来把时间线来梳理一下，看清它的技术与产品迭代节奏。那从时间线来看， Rigetti 算是量子计算领域的早期玩家了。2013年公司成立，明确了聚焦量子处理器开发，路线选在超导量子比特。2017年就推出了量子云服务，把量子能力抢先开放给开发者。这一步比不少对手都更早，在2019年的时候发布了 Aspen7， 也就是19量子比特，技术从能演示转向能反复验证，进入了可用性迭代阶段。到了2021年，通过 SPAC 上市，拿到大约了 2.6亿美元，补上了研发与产线的钱包。到2023年的时候，迭代到 Ankaa 系列，是80加量子比特了，在工艺、耦合设计、2比特门保真度上持续拉高。到了去年，也就是2024年，与多方合作，围绕更低误差、更强可扩展以及多芯片架构推进工程化。这条路径的关键信息就是 Rigetti 的规模化与可用性2条主线并行推进，目标是跨过那道从可演示到可用的鸿沟。早期市场上对量子很买账，2021年在 SPAC 高热就是证据。但是呢，今天的情绪更挑剔，兑现节点就涨分，拖延的话就会扣分。那么从2024年到2025年之间，我们来看一下哪些节点会影响股价与信心呢？我们把关键的里程碑列成了清单，方便投资者跟踪。在2024年12月份的时候， Ankaa 3 84量子比特发布，继续推动了2门比特错误率减半的趋势线。若保真度兑现，有望提升云测可用性与用户试点范围。在2025年5月的时候，第一季度财报和 Quanta 3500万美元的战略投资落地，
这是要看订单与现金消耗节奏，验证外部资金或者是伙伴对路线的认可度了。2025年7月 36Q 多芯片系统目标达到 99.5% 的2门比特中位保真度，按期达标就属于工程化与可扩展性的重要的验证。到了8月份，第二季度财报和 36Q GA 宣布 GA 就意味着进入更广客户可访问阶段了，能带来营收结构改善的拐点预期。到了9月，也就是这个月，美空军研究实验室 AFRL 3年期580万美元的合同，国防订单具备示范效应，若交付顺畅的话，有助于打开更多政府和研究机构的场景。那么我们下面再来看一下这个令人目瞪口呆的股价表现。你现在看到的不只是上涨，而是一路加速的上涨。截止到2025年9月19日 ，RGTI 现在是 28.52 美元，单日再涨了 15.28%。别忘了，它距离52周高点的 29.09 美元只有半步之遥了。但是真正让人瞠目结舌的还不是今天涨了多少，而是这过去一年它涨了多少。那么我们把安全带系紧，那过去一年 RGTI 上涨了 3398.96%， 什么意思呢？就是1年前是 0.71 美元，如果买1万美元，现在大约是35万美元了。这种涨幅已经完全超出了正常投资的范围，进入了投机狂热的领域。年初至今还上涨了 86.98%， 说明这波上涨并不是一次性的，而是持续了整个2025年。那从技术角度来看，这只股票已经完全脱离了基本面的引力，完全是由 momentum 和情绪驱动。日成交量达到了 1.28 亿股，成交额数十亿美元，这个流动性已经超过了很多大盘蓝筹股了。不过我们需要注意的是， short interest 只有 15.91%， 说明还是有不少投资者在做空的，认为这个价格太疯狂了。这种分歧往往意味着极高的波动性。那么这波涨幅与大盘对比又如何呢？下面我们来把它和标普500放在同一张图里，那差距就是一目了然的。在同一时间段里，标普500只是稳稳地上涨了2位数，而 RGTI 直接飞到3000多个百分点，这已经不是跑赢了，是压根儿活在了两个世界。那具体到区间的表现，最近一个月 RGTI 涨了 88.13%， 标普500只涨了 3.94%。那近6个月呢， RGTI 是 187.94%， 标普500是 17.43%。 年初到现在 RGTI 还有 86.89%， 标普500只有 13.31%。 那再拉长到一年， RGTI 则夸张到 3398.96%， 标普500只有 16.64%。 所以说这只股票的技术画像其实非常的清晰了，波动非常高，单日10几个点的波动稀松平常，流动性极强，能装下大资金，走势完全是典型的动量股风格。再叠加 15.91% 的做空仓位，意味着市场分歧巨大，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价格就会被消息和节点放大了反应。那股价为什么能突然点火？答案通常不在新闻里，而是在产品时间线和技术路线这两张底牌。我们来先看一下时间线。2024年12月 Rigetti 发布 Ankaa 3，这是一块84量子比特的单芯片系统，代表单芯片路线的规模上限往前推了一步。真正让市场被点燃的是2025年8月，也就是上个月，36量子比特多芯片系统宣布 GA 全面可用，同时把比特门中位保真度拉到了 99.5%， 这是从能演示迈向能用的分水岭，蓄势在那一刻切换了档位了。那么为什么 36Q 多芯片比 84Q 单芯片更重要？因为这不是量子比特的数字游戏，而是切换了路线了。多芯片架构解决的是量子计算的规模化命题，就像从单核 CPU 跨到多核的 CPU， 核心难题从做更大的单片变成了如何把多个芯片低误差耦合，稳定协同。工程上是极其难的，一旦打通，路径就具备可扩展性了。那前沿硬件如果没有生态，性能再强也就是一台孤岛。那 Rigetti 的第二张底牌就是把硬件做成服务，把服务装上了工具。这个落地分为2层，第一层就是 QCS 量子云平台，把量子处理器接上云端，
科研和企业像调 API 一样随取随用，而不用先砸大钱建机房。第二层就是开发工具链，比如说 Forest 平台、PyQ 语言、Q 指令集，把量子编程变成了工程师能操作的标准工作流，并且能和传统的 HPC 协调。所以这套组合的意义其实有2点，第一个就是降低上手门槛，第二个就是把算力变成可复用的服务。当硬件节点一更新，云测和工具链能第一时间承接，让性能进步迅速转化成为了用户价值。第3点就是 Chiplet， 也就是多芯片的核心，它是把良率与扩展性这2个瓶颈拆开来处理，通过模块化拼装形成不同规模的系统，同时把大规模系统的单位成本显著压了下去。难点在跨芯片的低误差互联与时序协同，一旦把门保真度稳定住，就具备按需扩展的工程化能力。那 Rigetti 的完整生态在这里已经起到了放大器的作用。当 36Q 多芯片在2025年8月进入全面可用阶段的时候，云平台与工具链已经就位了，开发者可以立刻把新功能接入到工作流，技术突破被快速消费。这也是为什么市场对 GA、保真度、可用性这些节点极其敏感，每一次兑现都会把可演示推进到可规模使用，情绪与估值随之就被放大。那商业模式方面， RGTI 主要靠政府合同赚钱，占收入的 70%。 最近的例子就是今年9月拿到美国空军研究实验室 AFRL 的合同，总额580万美元，为期3年。这是与 QFOX 合作的量子网络化节点项目，听起来很稳，但节奏是脉冲式的。它的特点就是此类合同普遍按照里程碑付款，完成一个阶段才能确认一笔收入，但是节点一旦延期就没有钱入账了。这也解释了 RGTI 为什么季度业绩像过山车一样忽高忽低。那除了合同，产业链伙伴的质量同样关键。Quanta Computer 的入股不是一张投名状，而是制造与产业链的背书。Quanta 是全球最大的笔电代工厂，如果电子计算真的要走向商业化的话，谁来把实验室原型变成可复制、可交付的产品？答案离不开具备规模制造能力的伙伴。因此，这笔投资既是资金的补给，也是量产能力的预埋。在合同之外， RGTI 还有2条收入线支撑业务的可持续性，是云端使用和服务以及系统交付。云端这条线本质上就是把量子处理器放到 QCS 平台按用量收费，再叠加专业咨询、技术支持与培训，占比约为20%。对于高校和研究所，这意味着不必采购整机也能够在云端做实验验证算法。对企业试点团队，咨询与支持能把量子算法更快嵌入现有的 HPC 工作流，减少踩坑。那配套的 PyQuil、Forest 和 Quil 指令集降低了上手门槛，提升留存。与合同相比，云端收入更加的耐久，季节性更弱。未来放量的前提是有2个，第一个就是产品进入全面可用阶段后，处理器的保真度与可用性持续提升。第二个是从学术验证到企业工作流的真实转化。如果这2点能兑现，云与服务具有长期扩张的弹性。第3个是系统交付，它则更像是传统的项目制，约为议程，以2024年第4季度启动的交付项目为代表，面向客户提供定制化量子系统解决方案。随后还有硬件维护与生命周期服务，它的好处是单笔金额可观，能在关键季度显著拉动营收。挑战在于交付复杂、验收严格、周期容易拉长，一旦延期，收入确认就顺延。维护服务能贡献更稳定的后续现金流，但规模仍然取决于前端装机量。那么这一页我们再把客户与伙伴以及模式的特点和风险讲清楚。首先是关键客户， RGTI 长期锚定的是美国空军研究实验室 AFRL， 这类政府客户给到高门槛的应用场景，也为技术路线背书。产业伙伴方面， Quanta Computer 的加入不只是资金，更把制造与供应链能力接进来。一旦从原型走向了工业化、规模化，那么产量伙伴的价值就会迅速放大。同时，公司与韩国 Norma 等区域生态合作，拓展国际市场，并保持与多所顶尖高校的联合研究，把前沿算法和应用持续引入平台。从商业特性来看，优势在于政府合同相对稳定，技术门槛高，
能形成资质与技术层面的护城河，但是也有挑战，季度波动大，客户集中度高，单一合同或者是预算节奏的变化都会直击营收确认。核心风险仍然是里程碑与拨款进度，兑现就会加分，延迟就会空窗。在投资上，这一页其实提醒我们，看到高门槛与背书的同时，也要给里程碑驱动的波动留出足够的安全边际。那把3条线合在一起来看， RGTI 的商业模式可以概括为合同打样、系统放量、云端续航。合同带来的资金与场景背书，系统交付提供一次性增量和标杆案例，云端与服务承担的是可持续增长的希望。那理想路径是，随着技术节点持续兑现，云与服务的占比逐渐提升，让收入结构从里程碑脉冲过渡到更平滑、更可复用。但是也要看清阴影面。RGTI 的客户高度集中在美国政府和少数高校或研究机构中，政策变化、预算节奏或者单一大合同的推进失速，都会直接冲击收入确认。若节点延迟或者是项目延期，系统与合同的波动还会被放大，回到报表。其实结论并不神秘， RGTI 确实在技术上取得了突破，商业合作也在推进，生态和制造的拼图正在补齐。但这套商业模式天然高波动、高不确定性。作为投资者，其实我们要这样问自己，在这样的节奏和里程碑里，是否足以支撑当下92.5亿美元的定价？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就必须接受节点驱动带来的大幅回撤；如果答案是否定的，也不要忽视它作为量子多芯片路线样本的长期战略价值。那最终的选择不在故事声量，而在你能否承受这门生意与生俱来的里程碑风险。那我们现在先把量子计算放回产业链里看一眼。这个行业的有趣之处在于3段式分工，上游极度专业化，中游平台混战，下游应用还在探索。那上游是真正的瓶颈，要把温度拉到15毫开尔文的稀释制冷机，也就是绝对0度之上的 0.015 度，比外太空还冷。全球能做到的厂商也就那么几家。配套的微波量子态控制电子、超导材料与工艺同样是小众且高门槛，供应商稀缺，议价权在对方的手里。那到了中游，竞争一下子热闹起来了。RGTI 有自家的 QCS 平台，但必须同时面对 AWS 的 Braket、Microsoft Azure Quantum 等公有云入口，大家不约而同往一个方向收敛，混合架构，量子与经典算力协同，这才是能落地的现实路线。至于下游，今天最有想象力的是和 AI 的耦合，在特定优化问题上找小而精的突破。政府与国防需求相对稳定，但是规模有限，工业应用大多还停留在早期 POC， 真正大规模商用仍然需要时间与节点一点点去兑现了。那我们把主要玩家拉到一张桌上，会更清楚自己处在什么位置。RGTI 走的是超导多芯片路径，也就是 Chiplet。当前窗口机是 36Q 多芯片，2比特门中位保真度约 99.5%， 优势在于模块化扩展、制造一体化以及军方项目背书。IonQ 走的是离子井，相干时间更长，算法生态活跃。D-Wave 做的是量子退火，在优化类问题上有不少商业案例，但与门模型不可直接横比。IBM 主打超导单芯片规模化，工具链和企业生态完备。Google 在科研上是持续领先的。那估值层面，按我们表里的口径， RGTI 约 92.5 亿， IonQ 约210亿， IBM 体量远大于纯量子公司，说明资本不仅在看技术路线，也在给生态与规模定价。RGTI 的差异化确实在多芯片工程化，但市场会持续用节点兑现加客户结构加生态厚度来检验这份差异化是否能够转成更高的价值捕获。那么我们再回到报表，外部一致预期2025年营收大概为880万美元，同比下滑了约 18.6%。上半年披露口径 H1 合计约330万美元，第一季度约150万美元，第二季度约180万美元。收入结构仍然是典型的 lumpy， 也就是里程碑驱动，不平滑。媒体和研报也在反复提示这个特征。那客户和合同动态里，最新增的是与 QFox 合作的 AFRL 3年期约580万美元的项目，这类政府合同能带来确定性，
但节奏依然受里程碑与拨款的影响。放到行业背景上来看，2025年量子板块的整体走强，不仅来自若干关键技术节点，更有政策催化在背后推手。美国持续加码国家级量子投入，抬升了风险偏好与关注度。那问题在于，这种政策驱动的热度能持续多久？能否穿透到云端使用与系统交付的可持续收入上？接下来几个财季，市场会更看重2点：一是节点兑现能否带来云端与项目的真实转化；二是现金消耗与合同节奏能否被更好的管理。只有这样，估值的情绪部分才有机会被更多基本面来接住。那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基本面，这个是投资决策的核心。我们先看股权结构，内部人持股仅 1.77%， 管理层与股价的利益绑定有限，机构持股为 37.55%， 流通股中机构为 38.23%， 资金面不是弱，但谈不上扎实。持股机构约447家，覆盖度还可以，总体是中性偏弱的筹码结构，不是人声鼎沸的机构重仓股，也不是无人问津的小票。那对我们意味着后续股价主要是靠事件驱动，而非长期资金来托底。这页看一下安全电和估值框架，市值约 92.5 亿美元，总负债约801万美元，很轻。账上现金约4亿2570万美元，现金弹性足。把债与现金一起看，企业价值 EV 约 88.3 亿美元。所以说，安全电是来自于它的高现金，风险则来自高定价。简单说，公司短期内是不缺钱的，但是市场给了它很贵的未来票，节点要不断的兑现，估值才能站得住。那风险怎么量化？我们这里来看3个数据。做空比率 15.91%， 说明多空分歧比较大，被做空股份约为5156万股，空头仓位不小，回补天数 1.31 天，短期不易引发大规模挤空，但是消息一来，波动会被放大。再看贝塔 1.45， 波动显著高于大盘，所以这是一只情绪敏感加波动偏大的事件票，好消息会飞，坏消息会踩，仓位与止损要更纪律化。那股息就很干脆了，无股息、无派息，派息率为0。这家公司不是分红型的资产，资产回报完全依赖成长与估值重定价。如果你是拿现金流的投资者，这一页直接告诉你不是它。如果你是压技术加里程碑的成长型或交易型资金，那么这页就是没有负担的。我们再来看一下股价动量， RGTI 的节奏非常凶，近3个月涨了 151%， 近6个月涨 187.94%， 近9个月涨 28.79%， 近12个月是正的 3398.96%， 每一个区间都把行业中位数远远甩开，相对行业的超额收益分别高达 1122%、1210%、3409%、28005%，就连对比自身5年平均也出现了正 140.7%、64.08%、53.9% 和1457%的溢出。结论也很直白，动量评级为 A+， 这是一只典型的节点驱动加强情绪的标的。它能涨这么快，背后的技术里程碑、放大的成交与做空回补共振，同样也意味着回撤会非常快。一旦节点失速或消息不及预期，动量可能会瞬间的反转。操作层面，我们总结为它更适合于小仓位、看节点、严止损、吃波段、不恋战的策略。动量报表没有问题，行情是一路踩着里程碑往上冲的，但价格跑在基本面前面，就得回头看一下这家公司现在真的在赚钱吗？所以我们把镜头从 K 线切到利润表，它的情绪很热，但是利润很冷，毛利率在 40.6%， 不算差的，但 EBIT 利润率在负 977%， 净利润负2080%，意味着每卖出1美元，经营端与最终端都在大额亏损。ROE 负 48.8%， ROA 负 25.9%， 资本与资产使用效率显著为负。直白点就是它会做技术，但是离赚钱还很远。只有当云端使用与系统交付稳定拉升，这些负值才会往可持续方向修复。同时，它的成长曲线也还没有立起来，营收同比负 37.2%， 弱于行业中位的正增长，3年营收 CAGR 负 5.12%， 过去扩张没有沉淀出持续的增量，
3年的 EPS CAGR 与 FCF YoY 分别为 NM， 这是因为利润与现金流长期为负。简单说，故事在讲，节点也在推进，但是数据还没有跟上。接下来的观察点只有2个，就是 GA 后的真实转化和订单以及合同节奏了。那估值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估值。估值第一块就是看市盈率，前瞻市盈率和过去12个月市盈率都是不适用，因为没有正利润，市盈率就失去意义。像这种公司的估值本质是节点贴现加产业想象，而不是传统的价值法。只要是里程碑兑现放慢的话，估值就会被动回落。反过来，如果说节点超预期，股价就会有很强的情绪弹性。那第3块就是看盈利相关倍数，企业价值比 EBITA 为不适用，因为 EBITA 为负数，这意味着所有以利润为基础的估值方法目前都用不上。那么很显然，这就是一只典型的里程碑驱动加高预期的标的，要么是小仓位盯节点延止损去博取波段和超预期，要么就是等盈利路径和收入规模更清晰的时候，再回来用传统估值框架去衡量。如果只是单纯相信会涨，那现在这个价格本质上就是在考验持有者的耐心与回撤承受能力。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同业对比。我们先看基本盘， RGTI 和一众半导体公司放在一起，市值约 92.5 亿美元，企业价值为 88.3 亿美元，但员工人数只有139人，这意味着单人对应市值极高，纯粹靠技术预期加节点故事在定价。对比之下， MTSI、LSCC、QRVO 的市值体量接近甚至更大，但员工分别是1700人、1110人和6200人，属于工程化量产公司的典型画像。那覆盖它的卖方分析师也不算多， SA 8位，华尔街6位，舆论与研究的关注度仍然偏向集中，但是不算广泛。一句话来说，就是 RGTI 是小团队大市值，而且它是高预期。那股价层面更夸张，过去1年 RGTI 上涨了 3398.96%， 而同组对手大约都在负的 11% 到正 86% 之间游走。它是一条独立曲线，波动大，速度快，对消息节点极其敏感，好处是弹性惊人，坏处是回撤也可能更快。所以说这个不是慢牛，而是典型的事件驱动加动量交易品种。我们再来看安全垫， RGTI 的总负债只有约800万美元，净负债约负 4.18 亿美元，也就是厚实的净现金。负债和股东权益比为 1.45%， 长期负债和资本比为 1.04%， 几乎是零杠杆。这点它和 SITM 类似，都处在现金宽裕、杠杆极低的状态。那对比 QRVO 净负债为 3.84 亿美元，偿债和总资本比约为 31%。RGTI 在资产负债表健康度上明显更占优势，所以钱不是它眼下最大的问题，盈利和落地才是。那增长质量呢？ RGTI 的营收同比为负 37.2%， 但前瞻营收为正的 20.92%， 说明市场在压住未来几个季度的订单与上线节奏。然而3年营收 CAGR 仍然为负 5.12%， 所以过去的扩张没有显示出它的持续性。对比 MTSI 3年 CAGR 为正 11.61%， 5年的为正 12.87%， 以及 SITM 5年的为正 21.48%。 RGTI 的历史轨迹明显更波动，更依赖里程碑，它的增长更多来自节点兑现的脉冲，而非稳定的订单爬坡。再来看一下利润端，它是分水岭。RGTI 毛利率约为 40.6%， 不算差的，但 EBIT 和 EBITA 净利率全部为负，尚未跑通商业闭环。MTSI、LSCC 已经是双率为正， TSEM 净利率为 13.2%， 也有现金回流能力。简言之， RGTI 现在处在研发到工程化到商业化的过渡期，账上现金是能护航，但是利润模型还没有站稳，所以想给这么高的估值，就必须相信未来的可用性、规模化和营收兑现会快速的发生。所以 RGTI 它是净现金强，动量极强，盈利还没有跑通，多为盈利成熟或者是工程化更深。如果压住 RGTI， 核心不是和同行业比当下的利润，而是压节点、压可用性与规模化速度。节奏对了，它就飞了；节奏不对，回撤同样会很直线。我们再看一下华尔街的态度，
近3个月里，覆盖 RGTI 的分析师并不多，只有6到7位，但口径非常一致。7月是1个强烈买入，6个买入，没有持有也没有卖出。8月、9月同样维持1个强推加5个买入的组合，依旧是0持有、0减持、0卖出。这说明卖方在观点上偏多，而且连续3个月没有出现转弱的信号。不过要提醒的是，覆盖人数不多，分歧小，也可能意味着观点容易同向拥挤，拐点来的时候反转会更快。我们再看一下目标价区间，当前一致最低价18美元，最高价20美元，平均价19.17美元，而盘面价格28.52美元，比平均目标价高出约 49%， 也高于最高目标价约 42%， 这释放了2个信号。第一个就是卖方的模型更保守，认为基本面尚不足以支撑现价。第二个就是也可能是目标价没有及时上调，节奏落后于股价的情绪与节点驱动。但无论是哪种情况，都说明当前价格透支了不少对里程碑的预期。如果后续兑现不及预期，回撤风险不小。接下来我们来用1分钟把 RGTI 的多空逻辑说透。先说多头逻辑，第一点就是技术前景大， RGTI 在量子计算这条最前沿的赛道上奔跑，一旦商业化真正落地，潜在市场极其可观。它现在就已经和政府、科研机构以及部分商业客户合作，这些合作有望带来中长期可持续的订单。第二个就是增长预期还在，虽然2024年营收同比下滑 37.2 个百分点，但是前瞻营收指引仍然是正 20.9， 说明资金对未来并不悲观。第三，财务韧性不错，公司总负债大约800万美元，账上现金超过 4.25 亿美元，净负债为负 4.17 亿美元，短期资金压力小，属于轻资产打法。第四就是市场关注度高，覆盖它的分析师不算少， SA 8位，华尔街6位，同类小型半导体或量子公司里算热的，这意味着资本市场的目光在它身上。我们再看一下空头逻辑，第一就是亏损很重，过去12个月净亏损 1.648 亿美元，净利率为负2008个百分点， EBITA 和 EBIT 都是负的，经营现金流负5380万美元，自我造血能力还没有建立。第二是估值泡沫显著，按过去12个月口径，企业价值比销售额1113倍，市净率 16.7 倍，远高于行业3到4倍的常态，而且当前股价 28.52 美元，已经明显高于分析师一致目标的18到20美元区间。第三是行业渗透率低，量子计算还处在实验与早期应用阶段，离大规模商业落地可能还有几年，节奏不确定。第四就是对手很强， IBM、谷歌、微软这些巨头都在砸钱， RGTI 的技术优势能不能长期守住存在疑问。所以结论就是 RGTI 是一只里程碑驱动、情绪放大的高波动标的，看多的是压住技术兑现和生态落地，看空的则是担心巨额亏损、估值过高、商业化节奏。那如果你看到这里，恭喜你完整穿越了量子过山车。 RGTI 的故事很清楚，里程碑驱动，情绪放大，基本面仍在路上，多头看的是技术与生态一步步落地，空头盯的是亏损与估值的高空走钢丝。小仓位盯节点，严止损，永远是这种标的的生存法则。当然记住，这不是投资建议。那么接下来请大家持续追踪这几个关键点。安卡3的发布与2比特门保真度进展， 36Q 多芯片 GA 后的真实云端使用与订单， AFRL 等政府合同的里程碑拨款节奏，最后就是现金消耗与季度营收的可预测性。那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有价值，别忘了点赞、订阅、打开小铃铛，评论区告诉我们你站多头还是空头。这里是 Money Dog Eric， 我们下期再见。